母親死死抓住我的行李，火車汽笛一響，她還逼我把錄取通知書交給沈志強。我看見月台盡頭的白煙，上一世那扇反鎖火門忽然撞回腦海，這次我沒有再退。我掰開母親的手，把通知書塞進襯衣內層，踩着收起一半的踏板跳上車廂。值班員抬手攔門，我立刻攤開全縣第一的成績證明，要求當場核對姓名。沈志強追到窗外喊名額本來就該給他，我隔着玻璃讓他先念出錄取專業。他支吾着說不出機械設計4個字，值班員低頭核對，確認通知書只屬於我。母親拍着車窗罵我不孝，說弟弟沒有出路，我這個姐姐就該讓他一次。我握緊座椅扶手，只回答他一句：我的路不再由你們分給任何人。車輪開始轉動，沈志強伸手去扯車門，卻只能被月台一寸寸甩到後面。我摸到口袋裡那張火車票，第一次明白離開不是逃跑，而是保住自己的名字。就在車速加快時，母親隔窗高喊：教育站已收到我親筆寫的自願放棄書。我低頭看着手中真正的通知書，知道自己雖然上了車，正式名額仍被他們卡住。我抵達省工學院時，報到老師卻指着名冊說：我已自願放棄，替補人正是沈志強。我把通知書和成績證明放上桌，指出假簽名日期那天，我正在縣裡參加實作考試。教務處答應查證，卻不能替我立刻註冊。我沒有宿舍，只能抱行李坐在實訓樓外。夜裡邱明遠走來，沒有先問我委不委屈，只把停機半年的舊車床推到我面前。他說7天內證明不了名額有問題，我仍得離校，眼前這台機器就是第一道考驗。我啟動車床，聽見震動不再主軸，便把粉筆放上床身，看它慢慢向右滾去。我趴下晾4個地腳螺栓，發現右後方鬆沉，真正問題是地基不平，不是主軸報廢。我重新吊平床身，再試切一根金屬圓柱，量表上的誤差終於回到合格範圍。邱明遠看完數字，只說學校給我7天臨時旁聽，夜班工位旁也能暫放1張床。我沒有正式學籍，名冊上也沒有床位，可那盞實訓燈至少讓我先留在校內。我把假放棄書影本壓在枕邊，7天之內，我必須找到誰替我把它送進教育站。7天倒數還在走，新生實作就要求我們設計送風機防震支架，我少了1張初稿。我進評審場時，看見沈志強正拿着那張圖，連直角被我壓出的折痕都一模一樣。我沒有上前強制，而是坐回工作台，把原本固定式支架改成可調結構。沈志強先把偷來的初稿裝上機器，還得意地說：姐姐會畫的，她照樣能做。送風機一升到高速，螺帽立刻鬆動，整台機器向前跳，工人趕緊切斷電源。我翻出初稿背面那行小字，上面清楚寫着：未計入高速共振，不能直接投產。他偷走的是外形，卻不知道我為什麼把它廢掉，更不知道危險藏在哪個轉速。我裝上新支架，逐級提高轉速，調整孔位讓震動被分散，機器終於穩穩留在原地。邱明遠把檢測結果和改良圖一同存檔，設計者欄第一次正式寫上我的名字。我因此取得校辦工廠助理名額，沈志強的學徒交流資格則被當場取消。可教務處很快通知我，假放棄書蓋的是真印，我還缺一個能證明送件交易的人。學校只給我到傍晚，我立刻坐車回南河縣，在傳達室找到正在修台前的何春梅。我問她是否聽過父親送件，她沒有急着回答，只先確認我真的從沒簽過放棄書。我把本人通知書和假簽名放在她面前，她才說曾在門外聽見父親談設備採購交換。她願意作證，卻不肯只當一張嘴，反而指着車間問我敢不敢先讓她看卡模機。那台壓殼機已停2天，
管理員只讓何春梅打雜，沒人肯聽他說模具受力不對。我把工具箱遞給他，自己拆下側板，兩人把厚薄混用的墊片逐片排在工作台上。何春梅亮出厚度差，我重新校正模具間距，壓殼機在啟動時終於不再卡死。我們在檢修記錄上各自寫下姓名，誰判斷，誰拆機，誰調整，全都清清楚楚。父親趕來後提出交換，只要何春梅改口，就給她夢寐以求的正式車間位置。何春梅合上工具箱，平靜回答：“我的位置靠手藝，不靠出賣他換。”她把聽見的日期、地點和採購條件寫成證詞，我立刻送回學校查核。傍晚前，教務處通知名額替換暫停，我終於不用被立刻退回南和縣。我看着檢修單上的2個名字，知道自己找到的不是證人，而是真正能並肩的人。學籍人在查核時，校辦工廠又堆進200台返修電機，3天交不出便失去實習經費。帶隊老師準備全部重繞線圈，我拆開第1台，卻發現燒痕集中在軸承附近。我請何春梅連夜進省城，她只聞了一下變質油脂，就判斷潤滑材料耐熱不足。我們把200台分成3排，能換支的、需換軸承的，以及必須重繞線圈的。這個分類少走了大半冤路，也讓每台機器都有自己的檢測表和處理人。夜班工位燈亮到天明，第一批40台連續運轉後，外殼溫度仍在安全範圍。我和何春梅輪流抽查，任何異常都退回上一道工序，沒有因為期限就省掉檢驗。3天內，200台電機全部交付，校辦工廠保住了整學期的實習經費。交貨單只寫了我的名字，我當場退回，要求把何春梅列為特邀檢修員共同承責。同一天，教育站幹事改口承認程序有問題，我的正式學籍終於恢復。我拿着雙名交貨單走出工廠，卻看見報紙上沈志強正拿改進結構宣傳自己的新廠。沈志強把返修結構硬塞進新外殼，南和百貨站試銷時，50台風扇接連冒煙停轉。父親趕到省城找我，說家裡需要我回去救廠，卻仍把廠長位置留給沈志強。他只肯在技術科給我一張桌子，還要我替弟弟把故障全部收拾乾淨。我問何春梅能不能以正式技師進廠，父親立刻沉下臉，說女人只配在旁邊幫忙。我把那張施捨般的安排推回去，第一次明確拒絕替沈志強補他闖出的洞。我和何春梅直接去找百貨站，提出先做10台樣機，接受72小時公開運轉。我們拿出全部補助和積蓄，從廢舊零件裡挑出能用的電機、開關與防護架。10台樣機在百貨站門口不停轉動，路人能摸外殼、看溫度，也能聽見震動。第1天沒冒煙，第2天沒停轉，第3天結束時，10台仍保持同樣風量。站長當場取消沈志強那50台的驗收，轉給我們20台1個月試單。我把新名義寫成春雙維修組，沈是我，春是何春梅，誰也不再藏在誰後面。可我們只有1張試單和幾張工位，地方材料供應仍被沈志強牢牢抓在手裡。首批絕緣紙一送到工位，我剛剪開包裝，就聞到上一世火場前那股熟悉焦味。交期已經逼近，我沒有憑記憶直接下令，而是把問題紙和正常樣品並排放進測試爐。我告訴全員，先停線驗證，誰都可以看數字，也可以質疑我的判斷。第25分鐘，問題紙在低於標準的溫度下開始冒煙，邊緣很快變脆。何春梅關掉測試爐，指着結果說：“這種材料裝進風扇，早晚會把危險送進人家家裡。”沈志強趁我們停線去找百貨站，聲稱能立即供貨，想把試單重新搶回去。我和何春梅跑遍倉庫，最後在倒閉收音機廠找到一批仍可使用的雲母片。雲母更耐熱，
厚度卻不同。我們重新計算散熱孔，讓電機不因改料而積熱。3天後，改造樣機通過測試，百貨站保留原單，還追加了10台。我整理供貨文件時，看見問題材料收據上的經手人清楚寫着沈建國。這不再只是父親偏心，他已親手把不合格材料送進我們的產品。我回線質問父親時，他竟承認為了省成本換料，還要我把訂單重新讓給沈志強。我沒有答應，沈城卻在同一天傳來消息，4台乙售樣機竟同時停轉。我趕回工位時，機器下方已滴出機油，所有人的目光先落在負責裝配的何春梅身上。何春梅沒有辯解，只把工具箱放到桌上，要求先查清楚，再決定誰該負責。我們拆下固定環，量出尺寸比圖紙薄了 0.3 毫米，確實足以讓運轉逐步鬆脫。我追查採購單，才看見供應商是我憑上1世紀強行選定，沒讓任何人再驗一次。這個錯不是父親塞進來的，也不是何春梅裝壞的，是我把過去經驗當成今天保證。百貨站收到檢測結果後取消剩餘訂單，修理站也暫停何春梅的試用邀請。2名學生收拾工具離開，原本熱鬧的工位一下只剩退貨機器和沉默。何春梅看着我說，敢冒險不等於有權替所有人決定，然後提起工具箱離開。我把責任寫進自己的採購記錄裡，春雙第一次不是輸給家人，而是輸給我的自信。我帶着故障零件和採購單走進百貨站，第一句便承認供應商是我選錯的。我提出召回、賠償和7天追查方案，若100小時測試仍不合格，春雙永久退出供貨。站長沒有立刻原諒，只把7天期限寫進文件，讓我用結果承擔自己的名字。我回到空工位，把每項採購改成雙人驗收，任何材料都不能再由一個人拍板。何春梅帶着工具箱回來，卻先提出條件，往後任何人喊停，全線都必須先停。我在白板上寫下這條規則，並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先接受約束的位置。我們重新設計固定環，讓錯誤厚度根本無法裝入，尺寸不對時機器就不能組合。拆查4台退貨品時，我發現它們停轉時間過於一致，不像單純尺寸波動。領料簿顯示沈志強曾以協助檢查為名進入存放區，卻沒有留下正式維修記錄。何春梅到他的廢料箱翻找，最後摸出4枚刻着春字的原裝墊圈。供應商尺寸不穩是真的，可4台同時停轉，是沈志強故意換走合格零件。百貨站看完召回處理，100小時測試和換件證據，恢復了春雙試單。沈志強被取消1年供貨資格，我們也拿到報名省工業展的機會。省工業展開幕時，我們把風扇拆成電機、外殼、開關和防護架4個模組擺上展位。可3家供應商同時反悔，原定外殼一件也沒送到。沈志強站在空位前嘲笑我們沒有加場。我下意識抓起圖紙想獨自重畫，何春梅卻按住指，問我是不是又想替全隊決定。我停下手，把缺口攤給所有人，讓每個人說出手裡還能找到什麼。我們搬來3種常見舊風扇外殼，不再重造專用殼，而是改動4個接口位置。何春梅負責固定結構，我調整電機座，2名學生分別核對開關與防護架。第1種外殼裝上後能轉，第2種不碰葉片，第3種也在15分鐘內完成換裝。評審親眼看着同一組核心模組適配3種舊殼，供應封鎖反而成了最直接的證明。有人問誰是技術負責人，我把展位名牌轉過來，讓沈雙和何春梅並排面向所有人。春雙因此進入500台試單決賽，沈志強的低價方案也被列入同場比較。父親離開前只丟下一句：機器最後會說話。我看見樣機風線上多了一道刮痕。
決賽2台風扇同時滿載運轉，倒數只剩7分鐘，500台試單幾乎就在眼前。何春梅把手靠近控制箱，忽然說溫升不對，可儀表上的數字仍停在安全範圍。我想起上一世那場禍，也想起白板上任何人都能喊停的規則，沒有再等第2次警告。我一掌拍下紅色停機鈕，同時抓住何春梅的手臂，把她拉離控制箱門。電源斷開下一瞬，箱內還是爆出火團，焦黑煙氣直衝上方，評審立刻封鎖展位。如果我再遲7分鐘，何春梅那雙拿工具的手可能就會被我的猶豫留在火候。父親把我拉到展台背面，要我說是何春梅裝錯，便替我爭取補機機會。他又說只要替家裡扛這一次，弟弟和我都能保住資格。我聽見的卻只有上一世那句話。我當眾拒絕嫁禍，要求封存控制箱，並讓評審在所有人面前拆開燒壞部件。箱內多了一隻帶紅心編號的陌生啟動鍵，原本完整的藍漆封線也被人扯斷。何春梅核對清單，確認這個部件從未進過春霜工位，我們的樣機確實被動過。人沒有受傷，可2小時計時歸零，唯一樣機燒損，500台試單正準備轉給別人。評審把燒壞啟動鍵裝進封存袋，暫停我和沈志強2組成績，現場只剩焦味與倒數聲。沈志強突然搶過部件，想往水桶裡丟，何春梅一把扣住他的手腕。他掙扎時袖口翻開，上面沾着和斷裂風線同樣顏色的藍漆，這讓調包嫌疑更重，卻不能把我們失去的計時重新還回來。採購組宣布，中午前不能重建可測樣機，500台試單就直接轉給第3名。我抬頭看鐘，只剩47分鐘，焦黑機器裡能用的部件還不知道有多少。父親站在警戒線外說，只要我撤回指控，他可以讓弟弟借一台整機給我。我沒有回頭，借來的機器只會再次把名字和責任送回他們手裡。團隊圍着燒壞樣機沉默，我卻仍盯着原外殼，想把它修回原來的樣子。何春梅忽然拖來預選時用過的3種舊外殼，重重放在焦黑機器旁。她問我，誰規定一定要修回原機？我們明明做的是模組。我這才看見，沒燒壞的電機、標準接口和防護架仍能被拆出來重新組合。我們先把證物交給評審保管，再將剩餘零件全部搬到空工作台。47分鐘仍在往下跳，清白只能保住資格，真正能保住訂單的還是交付。我接受何春梅的方案，先把焦黑樣機拆成可用區和報廢區，不再執着恢復原樣。我檢查未燒電機的絕緣，何春梅則從備件箱挑出標準控制盒。2名學生分別處理舊外殼和防護架，每完成一項，就把驗收表交換給另一人。倒數壓得每個人手心發熱，可任何人說停，我們仍把手全部離開機器再確認。第1種外殼太窄，我們沒有硬塞，而是立刻換到第2種可用結構。我調整電機座時，何春梅再次亮接口，避免焦黑變形把誤差帶進新機。控制盒接上後，學生逐點檢查固定環、開關與防護罩，沒有一項只靠口頭通過。剩餘時間已不到半小時，我們終於把新的模組樣機推到通電位置。我和何春梅同時確認，所有人退到安全線外，再由評審接通電源。葉輪順利轉起來，整機沒有異響，可風量表的指針仍停在不合格區。重建方向沒有錯，但我們又失去一段時間，而我必須忍住立刻亂改的衝動。風量不足時，我伸手就想調倒風片，何春梅卻按住我，提醒先查結果，不准猜。我收回手，讓團隊依序量風道、轉速和電路，把可能原因一項項排除。葉輪轉速正常，外殼也沒有阻塞，問題只能藏在供電或線路損耗裡。
一名學生摸到機殼底部有失痕，我們立刻停電，把整束線慢慢拉出。其中一條線被火場積水浸透，表面雖完整，測量結果卻已經不穩。如果我剛才直接改導封片，只會掩住真正故障，還可能讓下一次通電更危險。何春梅更換線材，我負責烘乾接點，2名學生同步檢查接口和固定環。倒數剩下21分鐘，我們沒有省略複查，4張驗收表逐格完成。距離截止只剩3分鐘時，評審允許第2次通電，我們全員退到標線外。風量、溫度和震動3組數字同時回到安全範圍，樣機終於穩定運轉。春雙保住最終測試資格，採購組卻臨時宣布，還要現場拆件檢驗故障恢復能力。採購組把規則貼上展板，最後一關不看故事，只隨機拆掉模組，看誰能安全恢復。沈志強立刻要求先測，顯然想用速度證明我們的停線和複查只是拖延。評審拆下他的開關模組後，專用外殼裡的線路全得重新配接。他沒有核對接頭，催着助手直接接電，還說客戶只在乎機器能不能趕快轉。電源一通，接頭立刻冒出火星，評審當場拍下紅色停機鈕。沈志強還想把問題推給臨時拆件，可檢測表已記下他跳過檢查的每一步。採購組正式判定，他的低價方案缺乏安全恢復能力，不能承接500台試單。父親在旁邊高聲抗議，卻沒人再用家廠和關係替補安全流程背書。輪到春雙時，評審沒有手下留情，直接把整組控制盒從樣機上卸下。這是我們最後一套完整備件，任何接口漏查都可能讓剛重建的樣機再次起火。我沒有搶先動手，而是先和何春梅重新確認分工與停線口令。弟弟已失去技術資格，可春雙能不能拿單，仍得靠自己的恢復結果回答。控制盒被移到桌外後，我們先把手全部離開機身，重新讀過標準接口清單。何春梅核對備用控制盒的尺寸和接點，我只負責電機、風道與絕緣確認。2名學生交換檢查固定環、防護架和每一個接頭，誰完成，誰就留下簽名。第一輪複查時，何春梅發現一處接點沒有完全鎖緊，立刻喊停重新處理。沒有人催他，也沒有人說只差一點，因為這正是我們要證明的工作方式。標準控制盒裝回機身後，我逐項念出測試條件，另外3人逐項回答確認。4張驗收表最後一格同時簽完，評審才允許我們接通電源。葉輪先慢速起轉，再逐級升速，外殼溫度與震動都沒有偏離安全線。我們沒有因成功歡呼過早，直到連續運轉數據完整記錄，才一起放下工具。計時器停在12分鐘，評審把安全恢復全程寫進正式記錄。春雙已滿足500台試單的技術條件，接下來只剩調包責任必須被查清。評審重新取出封存袋，把紅星啟動鍵的序號和南和機械廠資料放在同一張桌上。入庫登記顯示，父親曾以協助搬運為名進入展品庫，時間正落在封線被破壞之前。工作人員又比對斷裂藍漆和沈志強袖口、顏色、附着位置與刮痕都能互相對上。何春梅只說自己看見他搶不見，沒有把沒看見的動作填進證詞裡。我也只提交樣機清單、封線記錄和停機後拆出的部件，沒有用上儀式記憶代替調查。評審記下沈志強企圖把證物丟進水桶，這個行為讓所謂搬運誤差更難成立。父親仍說只是幫忙時拿錯零件，想把調包和弟弟的不安全產品切成2件事。可陌生啟動鍵進箱、封線斷裂、袖口藍漆和銷毀行為已經形成完整連線。採購組把技術結論和責任結論分開書寫，誰做對，誰破壞，都有各自記錄。
我沒有要求現場多加任何處罰，只等有權的人依證據宣讀結果。2份結論被放進文件夾，500台試單與復地資格已經沒有再模糊的空間。採購組當眾宣讀，春雙通過安全恢復測試，500台試單正式交給我和何春梅。文件上的技術負責人並排寫着2個名字，沒有誰被縮進附注，也沒有誰替另一人承責。沈志強因調包、破壞展品和不安全產品被取消資格，先前供貨合同全部終止。父親參與換件的記錄也被送回南和機械廠，他的人事職務隨後遭到撤除。他投進弟弟作坊的股份被列入賠償，用來處理退貨、設備損失與展會事故。我沒有覺得痛快到可以抹掉一切，只把500台的產能、材料和驗收責任重新列表。何春梅在試單上先簽自己的名字，再把筆遞給我，提醒真正的壓力現在才開始。我簽下沈雙，不再是替誰收拾後果，而是承擔自己選擇建立的生產方式。展會結束後，我在車站外看見母親，她拉住我的袖子，哭着說弟弟已經什麼都沒有。她要我把500台分一半給沈志強，還說一家人不能眼看他沒有活路。我從口袋取出那張發黃火車票，放進他掌心，讓他看看我曾差點被逼下哪一班車。我告訴他，名額、技術和訂單都不是家裡能重新分配的東西。母親還想拉我，我把袖子慢慢抽回來，沒有爭吵，也沒有再解釋。我只留下最後一句，我的人生不再分給他，這次、以後都不會。我轉身和何春梅走向出站口，手裡那份500台試單，終於屬於真正完成工作的人。3年後，我完成學業，和何春梅一起在南和縣掛起春雙電器廠的新招牌。當年那張500台試單成了第一批量產基礎，我們沒有把安全流程留在展會檔案裡。何春梅負責生產與安全，我負責設計，2個職位彼此能查，也彼此能喊停。曾經離開的2名學生重新回來，一人管理測試，一人負責新學徒培訓。每批材料進廠都要雙人驗收，每台產品出現前都保留完整檢測和說明。廠規第一條不是產量，也不是服從主管，而是任何人發現風險都有停線權。第一次有人按停整條產線時，我沒有質問損失，只和大家一起查出鬆動接點。重新開機前，何春梅照舊逐格核對，我也照舊在自己的責任欄簽名。辦公室牆上掛着第一張雙名交貨單，旁邊是我從車站留下的那張舊火車票。他們提醒我，一個名字要靠自己守住，也要讓共同工作的人站在同一行。我沒有再替家人做嫁衣，也沒有再用自信替夥伴決定該承受什麼。產線重新轉動時，我看見每個人都站在門內，這一次誰也沒有被留在火後。